哇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小江老师。今天呢，终于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单元，就是五星物语，我们非常的期待。那眼前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这是20几年前黄金骑士跟雷德幻象，也是由我们的师傅布莱达当时的坐立。那为什么我非常想开五星物语这个单元呢？因为它的机体设定啊，实在是太帅了，帅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帅到你不用看过它的卡通，你也不用看过它的漫画，你就会很想买它的机体。我的柜子的上方有一盒雷德幻象，还有一盒爆炸头的黄金骑士，他们是有故事的。我的那个雷德幻象，从我在大陆工作，从台湾买寄到大陆，然后我去越南，再把它从大陆寄到越南，到了越南我又回来台湾，我再把它从越南带回来台湾，跟了我很多年，它的运费比它模型贵很多。好了，那回归正传，讲到黄金骑士啊，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怎么诞生出来的？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。当时呢，有一个女生叫做拉克西斯，她小时候她就跟苏普做了一个约定，她想要你做一个无论过了几千年都还可以闪烁美丽光辉的金色 MH， 然后只属于他跟苏普先生。这是他小时候，他们要在这个 MH 的面前举行婚礼。然后苏普他长大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黄金骑士做出来。后来呢，在这个法蒂玛的这个发表会，苏普就带着这个拉克西斯逃跑。逃跑的时候呢，就被追杀。那追杀的时候呢，黄金骑士最帅的设定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第一台 MH 后面配有这个破坏炮，所以当时敌军那边呢有一台战舰，那个战舰上面有破坏炮。然后苏普就说我们也有，然后他就很帅气的开了一炮，用 MH 直接打战舰，一炮就把人家给干掉了。所以这个黄金骑士是又浪漫又帅气又强大又威武，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设定。讲到黄金骑士，大家一定会认识雷德幻象。在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漫画之前，我就已经很喜欢雷德幻象，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主角级，从他的外形啊、设定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帅，帅到你只要看到河面，然后你就会以为他是主角。后来啊，我比较老的时候看了漫画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是黄金骑士的手下幻象骑士团。那这个雷德幻象呢，就是苏普啊，在朱诺战役的时候啊，去支援寇拉斯，然后他就把3台还在测试中的雷德幻象带过去。寇拉斯跟苏普是骂级，所以苏普你看多么豪迈，还在测试，直接带过去现场战役支援。那大家呢，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呢，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，就是另外一台黄金骑士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台 KOG-AT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盒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客人跟我说，小江老师，听说你要开黄金骑士，有一台我老婆煮到一半的黄金骑士，可以捐赠给你们，然后给我们试颜色啊，看看它怎么样子。所以他来就是这样。然后不得不说，他老婆还蛮厉害的，已经快拼出来了这些。已经都有个区块了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说 ，IMS 的 Vox 这个系列啊，5星这是入门，一般人都可以装起来。好，我们认真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 KOG-AT 这台黄金骑士，它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，叫做帕克拉特谢幻象。那后来这个名字比较少被用，我们都叫它 KOG-AT， 这样子念还是很难念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就会简称它叫爆炸头。这一款它的头是比较放射性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打开的。原本的那一款呢就是比较圆的，所以我们就经常说哦是爆炸头那一台。我们讲的这个 KOG 啊，它是 Knight of Gold，Knight 就是骑士 ，of Gold 金色。金色的骑士，所以它叫黄金骑士，这样懂了吗？还有进入英语教学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这个驾驶呢是阿特洛波斯。那你们看到源头那一台，那个是苏普跟拉克西斯开的。在一开始的这个故事设定里面，就是不同台不同人开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，这个 IMS 也学这个插带有没有？换个替换零件就再卖你一盒，这人家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设定好。现在开始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来抢救这一台帕克拉特谢幻象。
过了这5天的奋战呢，我们终于有点进度了。我觉得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草的这个花纹的这边，真的是非常的难刻，还有这个它的这个徽章。有一个重点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当你们在跑这种本来是没有刻线，可是你要做一个刻线加深的动作，你可以用刻针轻轻的滑动过去以后，就是类似牙签放在这个零件上面的力量，就这样滑过去就好。你不要出力，这个牙签是会顺着这个轨迹跑，这个轨迹出来以后，再用刻线刀慢慢的把它加深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技巧分享给大家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无缝非常的难做，歪歪曲曲的，然后高高低低的，然后那边高那边凸，有点难度。那我们突然发现，它有2张脸，那它的后面的这张脸在做无缝的时候，完全是合不起来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个超高浓度的黑胶搭配催化剂，然后大约2-3次就可以补出这个立体的这个连线。那大家使用催化剂的时候，一定要务必记得要保持通风。最后一个我分享给大家，五星它之所以这么漂亮，并不只在它的外形线条上的设计，它其实它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做很多的细节。那这些细节呢，你如果没有透过手工刻线加深，或者是将它这个结构还原，就会非常的可惜。你们看它脖子这里有2条类似动力管的东西，因为塑胶射出多多少少会有点漏，那这个漏会让这个结构呢，有些地方交代的不是很清楚，那个结构感会不见。那我们就一样是透过一些打磨刻线的技巧，让这整个结构的立体感再重现出来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五星物语的模型真的是非常有魅力。那我们继续把它做完吧。Go！噔，怎么了？心情那么好？心情真好。你知道我在唱什么吗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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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心情真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这一块终于把它喷好了。我觉得黄金骑士这个爆炸头的这一块是整台机体的灵魂，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做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把电镀银喷的像我们这种，哇塞，你看。给它洗，这个我都已经快要分不出来，这个是重工厂电镀的还是我们自己喷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跟我们这个一样喷出这么闪亮、这么干净漂亮的电镀银。好，要从哪里开始说呢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最近很喜欢听李翊君的歌。我跟你们说了，这一款电镀银呢，应该是我目前用过为止真的是最强的电镀银。那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的底怎么样，
它喷起来就会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塑胶射出的底原本是不是咕溜咕溜？那你喷上去它就会咕溜咕溜。那你如果喷了一个极致透明，它增加了这个表面的亮度，它喷出来的电镀银那就会更亮。那这个极致透明呢，就是这个电镀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面器。有了这个极致透明，就可以让你的电镀银的发射达到一个接近完美的一个状况。可是现在有一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哦，因为每一款塑胶它的底材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有可能是 PS， 有可能是 ABS， 有可能是 PP， 也有可能是 PON， 有可能是各种材料。那这各种材料是不是都能直接上极致透明？是不一定的，有些塑胶框架上面甚至是有油脂，这时候你如果直接喷上去这个透明层，它有可能会受伤或者是不干净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做一些前处理。那包含我们本来就会去剪汤口、打磨、修分膜线、补收缩各种前置作业，造成塑胶表面上一定会有一些伤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会喷灰。其实我们这种都是真的是液态的补土，它是一种底漆。可是呢，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填充的材料，所以它这个液态补土喷完以后呢，它就会去填补刚才你前置作业所造成的这些瑕疵。好了，那本来一个很平滑的面，本来这个这么平滑的面，被你喷成石头了。补土这个东西，它的密度啊，颗粒比较大，所以它一定会有间隙，它的毛细孔一定比较大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直接喷电镀银，那它一定是不会亮，因为电镀银会被吸到这个毛细孔里面。我们现在把补土喷上去，这个东西想成是一块石头，我们怎么把它变成玉？因为你石头怎么抛都不可能比玉还亮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也是补土，可是大家有没有看表面的质感变平滑了，变滑顺了？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件事情，玉电管不是有出这个极致黑跟极致白，我们把两个东西调和了，混成灰色。为什么要灰色？因为我喜欢电镀银在灰色上面的发射，黑色会让它有点重，白色会让它有点轻，灰色的电镀银让我觉得是最舒服的。那我们用极致灰盖过这个补土，它吃下去以后，它的表面就会回来这种非常非常平顺的一个表面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第一层的这个极致灰，它还是往下吸了一些，你会感觉有咕溜，可是还没有发光。要发光就是再喷一层极致透明。那这个我喷了3层，因为我这个是测试件，我就故意让它看喷到很满会怎么样。那你喷的这个越亮，你到时候的电镀银就会越亮。好，那在我们堆叠这么多漆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产生一些积漆啊，或者是灰尘，或者甚至是堆漆垂流，甚至是一些毛屑。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可以在这个极致透明用2000番或者3000番的这个纱布，我们把它抛掉。抛掉以后呢，再去补一层极致透明。这个建议的干燥啊，它的时间它是建议至少要等1天，所以等到你的这个表面都很咕溜以后，我们再来喷电镀银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大家知不知道我刚才在哼的那首歌是什么歌？如果你猜对了，你们现在开始猜，我们现在在首播。我刚才哼的那一首，我们现在放一次给你听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猜对的人就可以得到一组这个电镀银套组。做作品就是要做到你舍不得交给客户。这个我这样做出来我都觉得哇，这个客户真的是赚到，我好想留着，交给他的时候再说，我们博物馆盖好了，请你捐回来。你不是说有客户问说，你们真的会不会把作品交给我们？对，我们有一个客户好可爱，他付了定金，然后他说，小江老师，那以后那个作品是会放在博物馆，还是你会交给我？我说这个客户棒，太棒了。好，装起来给大家看，我这样继续努力。
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你知道？4月23。你们看一下你们现在的手机，现在是4月23号，我们刚刚把它做完，为了你们，你看拼成这样，这个五星物语的难度真的是非常的简单，大约只有2颗星。不管从它的刻线，或者是从它的修磨跟它的上色的难度，真的难度大约只有2颗星。解体降机1颗星。1颗星啊？对。那什么东西5颗星？目前还没有遇到。对。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哦，这个电镀银其实真的很简单。你看这个零件是我们完全没有修磨的，你上了极致透明，上了电镀银，轻轻扫一层金色，它就会亮到爆炸。你看这样整个完全镜面，真的推荐大家买一组回去看看，或者是你现在说不定你已经猜对，你已经中了那一套。然后呢，这次有点赶，我的一些分色真的还没做，我会继续努力把它做完。我下次来教大家，如果有其中一种不喜欢，或者是你刮漆，我下次教大家怎么再把它变成另外一种颜色，而且不会花很多的功夫。See you， 拜拜。我跟你们说哈，你们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永野户老师哈，他设计的这个5星的这些机体，我觉得真的领先所有的机械设计至少30年。我小时候看觉得很帅，我老了，这么老了，40岁了。再看还是很帅，我相信再过10年、20年，我看我还是觉得超帅。我们收了超级多的5星，那这台是破裂人偶，然后我们也是把这个骨架全部重新刻线，外壳也打磨的差不多，准备要上色，所以我们会开全系列的5星。我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我们那时候啊天真啊，我还想说要在它的机体上面做一些新的刻线，来展现我的刻线技巧，结果我们研究了很久很久，我觉得它的这些图腾啊、符号啊，这些设计是不可以被侵犯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维持它的这个原作，超漂亮、超美。所以真的无论多久，我觉得5星这一系列的机体真的是非常的 perfect， 又是 perfect， 能不能多点新的词汇？Wonderful， beautiful， 还有一个。哎呦，这也可以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很认真欣赏它的美的时候，你看，这就起鸡皮疙瘩。我这是真的，就是我觉得每天要起鸡皮疙瘩是生病了吧？没有，不是，这真的是美到我的心里面。好了，拜拜，我要去认真做，拜拜。